与人相处，需要谨记换位思考。有时候，自以为的关心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掌控；自以为的追梦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胡闹；自以为的……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许怀松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，他不光没这么想，他还觉得你很可爱。自以为的社死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可爱。想什么呢，阮月？哎呀，你这个技术不太行啊！啊，哎，还好瑕不掩瑜，我的7分姿色没有被盖掉。来吧，你再给我拍一遍啊！你是东郭先生跟狼，对，这镜头别那么仰啊！来，开始啊！飞驰的星光都成。哎，大作家你好。哎，在录什么呢？我呀，注册了一个视频号，我说让他给我录点这种唱歌的视频发。我刚刚听到了，唱的不错，跟原唱比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祝你旗开得胜。阮大作家，你居然也听灿哥的歌啊？偶尔会听。有品位，点关注啊，关注我。没问题。嘿嘿，来，咱找地方再欣赏一下刚才那边视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去给他好好录一个。帅还是有的啊，只是角度有点问题，调整一下。怎么能这么自恋呢？晚饭吃了吗？吃过了。这么早？彩姐做了米果，我就吃了一点，现在也不饿了。你跟他们去吃吧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晚饭总不能也吃了吧？明天的事情谁说的好？吃不吃晚饭，那就看我明天的心情吧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谢谢。来，打一下吧。没关系吧？谢谢，多亏你们，没事吧？姐，您这笼屉放得太高了，得小心点。是我大意了。最近他爸生病了，我这天天忙得连轴转，人都快晕了。电动车也忘记充电了。您是要准备出摊去吗？对，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米果，准备拉到小吃街上去卖。妈，你都累成这样了，我们今天别去了。快过年了，街上人多，生意好。再说我米果都做完了呀。您这儿有多少米果？看来今天晚上的晚餐又是米果了。助人为乐是美德嘛，但是不能建立在浪费粮食的基础上。所以既然买回来了，就都吃了吧。徐玉，你早上说的饭局怎么了？泡汤了吗？泡汤倒是个还不错的主意。光吃米果的话，确实有点太干了，不然就泡个汤一起就着吃吧。好啊，想喝什么汤我去做。我想喝番茄土豆牛腩汤。你怎么也来申奥了？哦，你是来参加活动的吧？不是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徐律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不是李时灿吗？而且居然跟大明星是朋友啊！哎，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朋友？该不会
不会。哦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欠我顿饭？我没忘，但是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行程，我可以去找你啊，干嘛还跑来这么远的地方？那我来都来了，就顺便在这边休息几天，正好多蹭几顿饭。没问题。我先带你去把行李放下。好。这边，这里环境特别好，然后我带你好好逛逛。哎，徐丽跑什么呀？我们不是正经住客吗？还是先来的，没必要给大明星让路吧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先回房间。这儿，住的也会很舒服。来，小心。徐律师，你这脚程有点慢。是你慢了，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会儿了。等我做什么？你刚刚说他欠你一顿饭。是啊，这和许律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也欠他一顿饭。那天晚上的火锅。所以呢？所以现在是我欠你一顿饭了。我欠你一顿饭，你欠他一顿饭。原债务人将债务转移给了新债务人，由新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还债义务，这在法律上叫做债务转移。所以李先生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你。徐律师，你这为了阻挠我们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跟他是我们吗？你要是觉得不是的话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我有着急吗？你不着急吗？我看你挺着急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高手过招，我人刀刀致命。哎，所以你也看出来了，新来的这个是许律师的轻敌。除了小陈律师，没人看不出来吧？哎，你说，两个都这么帅，真的好难选啊！哎，你支持哪个？我看新来的好。哎呀，你看笑得多阳光啊！刚一进门就喊咱俩姐姐，嘴多甜呢。可是许律师吧，我老感觉他端着。年轻的姑娘啊，都喜欢那高冷的。等他结了婚就知道，跟那种3棒子打不出闷屁的人过一辈子，他得有多糟心。哎，你又带个人情绪了，别什么都往你们家老赵身上安。老赵怎么跟许律师比啊？人家那是职业需求，稍微端着点儿。哎，许律师虽然话不多，人家做的多呀，照顾起人来又温柔又细心，还解风情，还浪漫，不挂在嘴上。我投许律师一票。咱们打赌，赌就赌，谁怕你啊赌多少？50万。 ？100万。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欢乐豆啊？我就50万，50万就50万，就这样。这么快啊？不，你这该不会是预制菜吧？番茄是新鲜的。那所以土豆和牛腩都是预制的。徐大律师，好歹是请客吃饭，不能这么敷衍吧？我是大明星啊！你知道新鲜的土豆牛腩要炖多久吗？不是你自己说饿了吗？那
道上炖的什么东西？跟你没关系的东西。炖都炖了，分我一些也没问题吧？可以啊，只要你等得住。怎么？味道不满意啊？我现在满不满意呢，和你的服务态度还有菜品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因为我饿了。这吃也吃了，我们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？聊娱乐吧。聊聊阮玉大学时候的事。你是想听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，还是想听我和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？哎呀，宝贝啊，你怎么打喷嚏了？感冒啦？没有，肯定是你跟我爸他念叨我了呗。妈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这还有朋友在呢，我等会儿得下去招待他。什么朋友啊？我大学的一个学弟李时灿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对，就后来变成大明星那个嘛。对，那别让人家久等了，快去吧啊！也没那么着急，这楼下还有许律师在呢。小许啊，这小许也在深澳啊？哎，他是不是特意过来陪你的？不是啊，他是来做公益普法的。哎呦，这都能碰上啊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问题吧？这说明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。好了，妈不跟你说了啊，挂了，你赶紧跟小许去招待人家，听到没？啊，拜。妈。这张啊，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玩，去的是游乐园，一起坐了过山车。他因为害怕，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就像这样，紧紧地搂着我的胳膊。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吗？我觉得还挺正常的。我说这个。哦，这。哦，这张是在大讲堂的演讲。他呀，全程只看着我的方向。全程只看着你的方向。嗯，只对着我的镜头笑，你看，是吧？只对着你的镜头。哦，这张是我们一起去露营，那天啊，虽然没有抓到鱼，但是有流星雨。你看，这是他在学院的照片，拍的怎么样？在看什么啊？哦，再看我们大学时候的照片。让我也看看。你都看过了，不用了吧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不就是我在排练演讲的那次吗？那回啊，你跟明英可坏了，还在台下逗我笑。还好当时大礼堂只有你们2个人，没出糗。啊，是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当时他们逗我笑，还好只有他们2个人，不然我就糗大了。哦，难怪只看一个方向。再看看这个。啊？看这个。这个。
这是你晕过山车那一次，当时还是我跟部长一人一个胳膊把你给搀下来的，你记得吧？啊，是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哦，难怪啊，难怪要紧紧握住胳膊啊。干嘛？这些小故事你都跟许律师说了？不光说了，还演了，演得声情并茂，活灵活现，不当演员可惜了。哎，对，我看看还有什么。哎，你看这张。这张。哦，后面没有了。我的手机里应该还有一些照片。就这么几张照片，还叫多啊？那也比一张都拿不出来的人要强吧？我大学以后换手机了，好像确实是找不到了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不是什么重要的照片，先吃饭，小心烫。来，来，许律师，3个人吃饭就2个碗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我再吃一顿也是可以的吧？灿哥在哪儿呢？灿哥，恐怕是不行了。灿哥，啊，灿哥，啊，你真的是灿哥吗？是吧？我终于见到活的灿，不是，我终于见到真的灿哥了。我也是真的见到铁粉了，真正的铁粉就是我，如假包换。灿哥，我真的没想到，山还没来救你，你先来救山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许律师跟我说你来的时候，我激动的手机都摔坏了。许律师，那必须要他赔。不用他赔，我还得感谢他呢。要不是他跟我说你来了，我今天就上高铁了。灿哥，灿哥，你是为我特地来的申奥吗？这么说，他是为了李石山才来的申奥。看来是吧？他还跟我说，他是专程为我来的。那小嘴甜的呀，只能信5分。年纪小的呀，都这样。年纪大一点的就不这样了。我说怎么一进门就眼熟呢？原来是真的是正版大明星。彩姐，这正版跟盗版就是不一样哈。干什么还上手呢？什么正版盗版的呀？离我偶像远一点。一点，不是？你说你这个人好不容易让你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偶像灿哥来了，我能不回来吗？他不来你就能走得掉了。还真是，今天我本来说把你那猪窝给收拾出来，好做生意呗。结果爸说了，给你先留一留。果不其然，就被猜着了。我偶像在这，给我留点面子好吧？面子啊！灿哥，你带着吉他来是要唱歌吗？当然不敢，在你面前我怎么可能班门弄斧啊？我是想听你。行吗？当然可以。哇塞！不过他们还在那忙呢。
啊！哎，快来听歌啊！许律，许律，冉姑娘，来呀！我跟徐律师把碗洗好了就来。好，唱吧，先唱。你先唱吧，他蔡哥。能听见。啊，好，那我先唱吧。好。要是想听啊，就去，我来洗就好了。我可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你想对什么负责？对我洗的这些碗负责。哦。伸手张扬，梦想与我们距离太长。刚刚他还给我看了你们一起去露营的照片。那也不是我们2个人单独去的，那是我们部门的团建。哦，我知道。啊？我就是想问，那天流星雨来的时候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天啊，真的好凉哦，也好亮啊。什么呢？哎，有流星！快许，快许！怎么这么突然？怎么突然问到这个？就是想问问你，那个愿望实现了吗？那流星来的太突然了，那着急忙慌的，谁还记得许了什么愿？我记得。你也看到那场流星雨了？那你许了什么愿望啊？你都不告诉我，还想套我话？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那我也真是不记得了。许怀松，你好幼稚啊！我不洗了。你刚刚还说要对这些碗负责。那你刚刚还说你记得呢？不带这么吊人胃口。想去听音乐。那又怎样？我绝不低头，绝不退让。路漫漫，前路无处躲藏。奔腾到连星芒都避让。最璀璨的光，用一生回响这乐章。徐律，你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今天不是没事儿吗？不多睡会儿。东哥，唱歌太会唱了！哎呦，我没有想到你也很棒哎！晚安啊，晚安，晚安，蔡哥，拜拜。13，你难得休假，可以好好玩一玩。要不明天上午7点半，我带你去集市逛逛。好，明早见。明早见。嗯。走，
走。走。这么巧啊？哦，这么巧。哎，许律师，你这是要去？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，想着去趟集市。你们呢？我们也要去集市，那就一起吧。好啊。许律师，你这演技，不当演员怪可惜了。你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他没看出来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快点儿！哎，来了。这个叫做抹式规则。什么是抹式规则？这边啊有很多非遗的手工艺品，刚刚这儿有个剪纸，前面啊还有那个泥塑。就是你朋友圈发的那个。哪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烙画葫芦，就在前面李师傅的店里。我最近正好在他店里学习，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。好。走。嗯，好。许律师，看什么？啊，没看什么。啊，许律师，你该不会是被他屏蔽了，没有他朋友圈吧？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没刷到而已。那他昨天发的朋友圈你也看见了？当然，昨天他选的那个配图还挺有趣的。哦，可是啊，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发朋友圈。哎，有那么多话要聊吗？这么想聊天，回去加个微信慢慢聊呗。来了，好。许律师，这个就叫做钓鱼执法。姐啊，你叫时善下来一起吃啊。他呀，在上面铺球吉他呢，整整一上午，从来没这么用功过。我去叫他啊。嗯。继续。哎，时善，你刚刚弹那首曲子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哎，你听了？我听了。那个不是我写的，那个是我的一个前辈写的。啊。但是他没有写完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。我就说嘛。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听过？你觉得好听？好听啊！虽然刚刚只是浅浅的听了一小段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听下来特别的有故事感，很有感觉。什么样的故事感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排练音乐剧？然后那段时间呢，我特别没有灵感，写不出台本，然后你就给我听了一首歌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你还跟我说过那首歌是你的灵感缪斯。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，就会有画面感。对，我刚刚听那首歌的时候，就有那种感觉，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首音乐其实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是我这个前辈不满意，他都扔掉了。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，特别好。哎。你们这个搞文字工作的和搞音乐的，还能这么有共同语言啊？文字跟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表达形式，但是在这个情感的传递还有能量的输出上，其实是相通的。对，文字和音乐都充满力量。法律也有。啊，对啊，法律也有。哦，真的有。但许律师的醋好像没有了。许律师，你要是蘸醋不方便的话，就吃我的醋吧。哎，醋还不有的是吗？拿一瓶呢，没事。
谢谢。张姐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忙完回来？年终了，大家总要一起聚个餐嘛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是得赶紧买回去的票了。你看，好几个时间段都售空了。徐律师，那我们也赶紧买票吧。这轮工作都算告一段落了，剩下都是年后的工作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干脆都留下来过年。我们这儿可跟城里不一样，过年可热闹了，还有打铁花可以看。还有打铁花，那肯定很好看。我也想留下来过年，但是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回去呢。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哈？嗯。所以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在家过年肯定很冷清。刚叔他们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肯定是催我回家过年。阿月啊，我跟你爸报了一个7天6晚的旅游团，下个礼拜去海南过年。今年过年你就自己安排吧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徐律，车已经到楼下了啊！徐律，来的时候是2个人一起来，回去就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？什么叫没法交代啊？我留下来是为了过年，又不是为了过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领导还在这工作，员工回去过年了，这怎么像话呀？这不行！听我说，你现在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不行，徐律，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年终奖给你多加1场。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哥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你那歌写怎么样啊？我们都要闲得发霉了。快收尾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该回家回家。该放假放假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我让小陈回去了，你们该聚餐聚餐，不用等我。我要留在深澳过年。深澳过年。还琢磨呢？行了，别想了。谢谢。你爸妈难得有个过2人世界的机会，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过年，把这当成跟自己家一样，啊。彩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爸妈呀早就退休了，这1年365天，他们天天都可以过2人世界。为什么非得撇下我，偏要选着过年7天呀？这不是过年吗？我们老夫老妻，人家也得讲点情调啊。要不然，你说这干巴巴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吧？这日子我1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一惊一乍的。许律师，干嘛呀？我要打官司，我要离婚。这怎么了？过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要离婚？连个肉夹馍都吃不上，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肉夹馍？什么？我让老赵去买个肉夹馍，结果他第一次回来买了包子，说吃起来味儿都一样。我说我就想吃肉夹馍，结果人家倒好，买了一堆白馍，愣跟我说要回家自己夹。行啊，那肉夹馍，你自己夹，你总得有肉吧？
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肉，你们说说，我就只是想吃个肉夹馍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合着你这离婚是因为个肉夹馍呀？这根本就不是肉夹馍的事儿，是他从来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说前门楼子，他说胯骨轴子，就连我说我要跟他离婚，他，哎呦，这说着就来了。我听说院子着火了，火呢？啊？是，哎，别，哟，你，人家说的是你后院着火了。后院啊，后院，我，没生气，没生气，算了。哎呀，算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错了啊！他不是说对我的话不上心，他是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我说酒驾要3000，他说酒驾要翻天。我说我要饿昏了，他说你要2婚了。我说孩子考了98，他说小女孩不能去酒吧。每天呢，这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看啊，人家2口子多恩爱，到我们这儿，别说共同语言，根本就是驴唇都不对马嘴。这种日子，我真的是过不下去。徐律师，我现在就想打离婚官司，越快越好。嘿，你这离婚最快的方式啊，并不是打官司，而是协议离婚。只要夫妻双方的意见一致，冷静期过后就可以离婚。走诉讼程序反而会更慢。那我跟老赵8辈子也离不了了。王姨，只要您决定好了，我完全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你们协商。但是有一点您得清楚，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，都需要涉及到财产的分割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。孩子这块儿，你看，就是妈，这就是他家那个。我们隔壁的穆阿婆说要来这儿找大律师，我就领她过来了。穆阿婆，您给我打一电话就行，我过去找您啊。您怎么亲自还来了？哎呀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着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肯收钱啊，给你拿点年货来。这年货我是真不能收，我们是来做公益的，不能收钱。大律师，你就收下吧。穆阿婆走了这么远，一片心意。是啊，你说这都是家里自己做的，也不值啥钱。收下，说你啊，来，行，拿我来，那阿婆，反正春节的时候我也不走，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们忙啊。哎，行，班长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没事。王姨，您先坐，彩姐也在这儿，您跟彩姐好好聊聊，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。我先过去。你们放心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坐下。坐吧。王姨就这样和彩姐聊了一整天，说着婚姻里的一地鸡毛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却给不出一点建议。以我现在的阅历，似乎还解不开婚姻这道题。我只是忍不住想，如今这样无话可说的2个人，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当初就是觉得他斯斯文文的，话不多，老实本分。可是谁成想，本分到了就只有自己眼里的那1亩3分地儿。话是不多，但是一出口就能气死人，一句话能给你撞南墙上，半天下不来。阮姑娘，我是真后悔选错了人。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是我不同意。你这选男人嘛，你还想面面俱到，啥都想要啊？你得抓大放小啊！你当初选人家老赵的时候，就是图人家老实本分，没有那花花肠子，人家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别老否定自己。阮姑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人无完人，这世上自然也没有完美的伴侣。就连你看中的他所谓的优点，一翻开另一面，或许正是你不喜欢的缺点。所以你要确定自己最在意的那一点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去选择那个拥有这一点本质的人。如果是我，
我会怎么选？如果只选一点的话，那话多话少，肯定不是最关键的。那幼稚还是成熟？虽然成熟肯定有成熟的好，但幼稚也有幼稚的趣味嘛。而且有些人是大事上成熟，小事上幼稚。那这幼稚成熟也很难有界定的标准。哥哥，华颂哥哥，哥哥，妈妈今天来找你，是不是要跟我爸爸离婚？咱们屋里说吧。啊，来。你不用骗我，我都知道的。你们大人撒谎一点也不聪明，都骗不了我。哥哥没有想骗你，我只是在想，像你这么小的年纪，能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离婚就是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，所以爸爸妈妈我只能有一个了。哥哥，以后妈妈和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只能有一个了？那你知道，哥哥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吗？他们分开是哥哥念高中的时候，后来，哥哥跟着爸爸去了国外。我的生活里啊，就再也没有了妈妈，也没有了妹妹。但是小欢，你看，哥哥现在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那哥哥，你当时不伤心不难过吗？哥哥当然伤心，也当然难过了。但是后来我就在想，如果他们为了我和妹妹，牺牲了自己的感受，勉强的在一起，那哥哥可能会更伤心，更难过。就像是现在，如果小欢的爸爸妈妈在一起都不开心，那小欢你能开心吗？每天听他们吵架，我也不开心。所以说嘛，如果每天在一起都只剩下了争吵，那分开对这个家来说，或许是另外的一条出路。咱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爸爸妈妈不是非得捆绑在一起，我们也不是非得跟爸爸妈妈捆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。所以不管他们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都不会影响我们好好长成一个大人，好好体验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如果他们分开之后更开心，我就支持他们。就算是他们分开了，我还是一样的我吗？当然了，你还是一样的你啊。小欢，你怎么一声不吭自己跑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啊？徐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王姨，先跟妈妈回家，也记得刚刚哥哥跟你说的那些话啊。谢谢哥哥，哥哥再见。要不出去走走？